54比45，这是几周以前美国参议院确认新一任美联储主席的票数，也是1977年现行确认程序定下来以后，一个美联储主席拿到过的最难看的一张通过票。2028，这是上一任主席鲍威尔作为理事的任期到期的年份。他主席当到头了，但没走，留在了那张决定全球利率的桌子上。一个刚卸任的主席不走，这也很反常。还有一个没有年份，只有一封信。去年8月，美国总统写信给一位现任美联储理事，4个字：立即免职。但那位理事没走，转身把总统告上了法庭。这个官司到现在还在打。看懂世界，放对资产。大家好，我是苏涵。今天我们来讲清楚美联储。最近全球市场又开始盯着各国央行了。欧洲央行重新加息，美国这边呢，新任美联储的主席凯文沃什刚刚接过美联储主席的位置。市场原来等的是降息，现在又开始讨论一个完全相反的问题：美联储会不会重新变得强硬？但是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不想只讲一次会议，也不想做短期判断，因为美联储真正重要的地方不在于它下一次到底是加息25个基点还是降息25个基点，重要的是它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央行那么简单。只要美元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贸易货币和融资货币，那么美联储决定的就不只是美国的钱，它决定的是全世界资金的底层价格。它加息，美元回流，新兴市场承压，全球的融资成本上升。它如果降息，美元流动性扩张，资金重新寻找收益，资产的价格又会被推起来。所以呢，美联储看起来离我们很远，但它在华盛顿开会，讨论的是美国的通胀、美国的就业、美国的利率。可最后，它会通过美元汇率、债务、商品、资本和资产的价格，悄悄影响着很多普通人的生活。你买房，贷款利率会受全球利率环境的影响；你投资资产的估值会受美元利率的影响；你换汇，汇率会受到美联储预期的影响；甚至你什么都不做，手里的钱的购买力也会在这个全球货币体系里被重新定价。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只是聊美联储会不会降息，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更底层的问题：美联储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力？它为什么既不像一个普通的政府部门，也不像一个普通的私人银行？从沃尔克到沃什，每一任美联储的主席到底在改变着什么？如果你真的了解了美联储，你会发现，央行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印钞机，而是信任。这才是这期视频的核心。我们先从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事实讲起：美国不是一个天然信任中央银行的国家。今天我们会觉得，一个国家有央行很正常。中国有央行，欧洲有欧洲央行，日本有日本央行，英国有英格兰银行。但是美国早期可不是这样的。美国从建国开始就对中央集权非常的警惕，他不太信任一个远在华盛顿的机构可以替所有的州、替所有的银行和普通人决定钱应该怎么发，利率应该是多少，金融系统应该怎么运行。因为货币权力太重要了，谁能发钱，谁能决定钱的价格，谁就掌握了经济生活当中最核心的权力。所以美国早期对中央银行的态度一直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国家确实需要金融稳定，打仗需要融资，政府需要信用，银行系统也需要一个最后的支撑者。但是另外一方面，社会又担心，如果货币权力过度的集中，它会不会变成中央政府、金融精英和大银行控制国家的工具呢？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他们有点像早期的中央银行的尝试，但是这两个机构都没有能够长期的存活下去。背后的矛盾也很简单，政府需要一个稳定的金融系统的工具，但是民众害怕这个工具本身变成更大的权力。后来呢，美国经历过一段所谓的自由银行时代，那个时候很多私人银行都可以发行自己的票据，这听起来很自由，你可以理解成市场自己决定谁的信用更好，谁的钱能流通。但是自由的代价是混乱，不同银行的信用不一样票据的质量也不一样离开本地之后，大家未必认这个钱了，只要市场一恐慌，储户就会去银行挤兑，银行就可能会连环出事儿。这套系统平时看起来很自由，危机来的时候变得非常的脆弱。最关键的一次是1907年的
金融恐慌。当时美国没有今天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市场出事之后，最后靠谁来救呢？靠的是 JP Morgan 这样的私人银行家出面协调的，靠他的威望、他的资源、他在金融圈的关系，才勉强把局面稳住。那这件事儿就让美国意识到一个问题：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不能永远靠某一个私人银行家的威望来拯救。如果每次危机都要等一个超级的金融家去主持大局，那么这个系统本身就是不成熟的。所以美国需要一个制度化最后的贷款人，这就是美联储诞生的历史背景。1913年，美国通过了联邦储备法，正式建立了美联储。但是请注意，美联储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央行，它可不是简单的把货币的权力交给华盛顿那么简单，它更像是美国人在需要中央银行和害怕中央银行之间做出来的一套折中的制度。这个制度最核心的气质就是制衡。美联储的英文全称叫做 Federal Reserve System， 联邦储备系统。这个名字很重要，它不叫 bank， 它叫一个系统。所以呢，它不是我们理解的单一的一个大银行。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既需要央行，又害怕央行的权力太集中，所以最后设计出来的不是一个完全由华盛顿控制的中央银行，而是一套由华盛顿理事会、12家地区联储和成员银行以及公开市场委员会共同组成的复杂的系统。让我们先把这个结构讲清楚啊。第一层呢是12家地区联储，美国被分成了12个联储区，每个地区呢有一家联邦储备银行，比如说纽约联储、芝加哥联储、旧金山联储、达拉斯联储、克利夫兰联储等等。这背后的意思是货币权力不能完全放在华盛顿，地方经济的声音也要纳入央行的系统，因为美国各地的经济结构很不一样。纽约是金融中心，旧金山呢靠近科技产业，达拉斯和能源的关系更深，中西部呢又有制造业和农业。如果央行只听华盛顿的声音，那么他对美国经济的理解可能是不完善的。第二层呢是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会，美联储的理事会有7名理事，由美国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这7个人呢是整个系统当中最接近中央决策层的部分，他们的任期被设计得很长，目的是让他们完全不受政治的影响，尽量的减少短期政治周期的干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美联储不是完全不受政治的影响，没有任何重要的机构可以完全离开政治，但是美联储被设计成尽量不要被短期的政治利益完全操控。它不是超越政治，它只是试图和短期的政治保持距离。那么第3层呢就是 FOMC，也就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才是我们平时最关注的机构。我们平时说美联储加息美联储降息，真正拍板的不是主席一个人，而是这个 FOMC 这套委员会机制。它一共有12名有投票权的成员，7名呢是美联储的理事，加上纽约联储的主席，再加上另外4名轮值的地区联储的主席。为什么纽约联储主席一直会有投票权？因为纽约是美国金融市场的核心，也是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最重要的执行地点。所以当我们看到新闻说 FOMC 会议，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词儿它就是全球金融市场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屏住呼吸看的那场会议，因为它决定的不是某一个新闻标题，它决定的是美元资金价格的方向。这一套结构呢看起来很复杂，但是背后只有一个核心思想：制衡。政府不能完全说了算，私人银行也不能完全说了算，华盛顿得有声音，但是地方也要听他们的声音。美联储主席很重要，但是主席一个人不能决定一切。这就是美联储制度最特殊的地方，它权力的确很大，但它的权力呢从一开始就被放进了一套很复杂的制衡结构当中。讲到这里很多人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美联储它到底算不算是一个私人银行？因为大家经常听到某些说法，说美联储不算是美国政府机构它就是完全被私人银行控制的，甚至还有什么股东分红。这种说法为什么这么有传播力呢？因为它听起来很刺激。一个掌握着美元发行权，影响着全球资产价格定价的机构，居然是私人银行，那么听起来确实让人容易联想到阴谋论。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不能这么简单的看，因为准确的说，美联储是带着一套私人银行参与、公共权力属性和政治制衡结构的混合制度。它不是普通的政府部门，但它也绝不是普通的私人企业。地区联储呢，确实有成员银行参与，商业银行也确实会持有地区联储的股份，获得法定的分红。但是这和普通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第一，他们那些股份是不能自由交易的。第二呢，美联储是不以股东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第三呢，美联储最关键的货币政策呀，不是由少数几个私人股东开董事会决定的，而是由 FOMC 和理事会体系来决定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美联储扣除了成本和法定的分红之后，大部分的净收益呢，会返还给美国的财政部。所以下次如果你再听到有人说美联储就是私人银行，这个判断太简单了。那如果有人说美联储是美国的政府部门，这也太简单了，不符合情况。美联储真正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啊，就是它是二者之间的一种制衡的制度安排。美国人把这么重要的货币权力设计成了一种既不完全属于政府，也不完全属于市场的结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解决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如果货币的权力完全交给了政府，那么政府就可能会为了短期的选票、财政的压力或者经济的增长，要求央行不断的放水印钞。如果货币的权力完全交给了银行，那么银行呢，又可能会为了金融系统自身的利益，忽视公众的利益。所以啊，我们看美联储的这种制度设计，本质上就是在问我们如何让货币权力既有执行力，又不被某一个利益方完全的占据。这才是美联储是不是私人银行背后最重要的问题。那美联储到底能做什么呢？我把它简化成3类功能啊。第一呢，就是调节短期的利率；第二呢，是使用资产负债表工具；第三呢，就是监管金融系统，并在危机当中充当最后的贷款人。咱们一个个讲啊。第一呢，就是调节短期的利率。我们平时说美联储加息降息，主要指的就是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联邦基金利率简单理解就是美国银行之间隔夜拆借资金的利率。这个利率呢，听起来很短很小，好像离我们普通人很远，但它是美元资金价格体系的起点。美联储调的不是我们眼前的那些房贷，也不是美国普通人手里的那种信用卡利率，它调整的是整个金融系统当中资金的底层价格，而这个价格呢，会慢慢传导到美国的国债利率、企业融资的成本、房贷利率、美元利率、全球资本的流动，最后呢，会影响到对风险资产的估值。所以美联储调的是短端利率，但是影响的是整个金融世界的预期。第二呢，就是资产负债表工具。2008年之后啊，大家开始频繁的听到一个词儿 QE 量化宽松。传统央行主要调的是短期的利率，但是当短期利率已经降到接近于零，经济和金融市场还是不行的时候，那么央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美联储就会开始下场，直接买长期资产，比如说美国国债 MBS 啊，也就是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他买这些资产呀，会把准备金注入金融系统。那么这里呢，有一点要讲清楚，就是今天央行的印钱，很多时候呢，不是印出一张张的纸币了，也不是说我们想象中仓库里面有无数的印钞机在哗哗的响，它更多其实就是发生在资产负债表上面。美联储买入资产，那金融机构的账户里面的准备金就增加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增加。长期利率被压低，市场预期会发生变化，所以呢，现代央行所谓的印钱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创造，而和 QE 相反的是 QT 量化紧缩。也就是说，美联储不再继续扩张资产负债表了，甚至让所有持有的债券自然到期，不再续买，从而把流动性慢慢的收回来。第三个作用呢，就是监管和危机救助。美联储可不只是调利率啊，它也不只是扩表缩表，它还是美国金融系统重要的监管者，也是危机时刻最后的贷款人。所谓最后的贷款人，就是当金融系统出现了恐慌，银行之间不再互相信任，市场上短期资金断裂的时候，央行要出来提供流动性，防止信用链条彻底断掉。
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的疫情冲击、2023年的硅谷银行危机，美联储都扮演过这个角色。所以呢，美联储不是简单的印钞机，它更像是美元信用系统的中枢。它在正常的时期影响钱的价格，在危机的时期呢，防止信用系统的崩塌。那美联储做这么多事儿，到底是为了什么？很多投资者会有一种错觉，好像美联储的任务就是让股市涨，股市跌了，大家就开始喊美联储为什么不降息？你怎么不救？经济差了，大家也开始等，什么时候降息？市场一恐慌，大家就会想，是不是又开始 QE 呢？这不是美联储的法定目标。美联储最核心的2大目标：稳定物价、最大就业，这就是它的双重使命。稳定物价就是控制通胀，让货币的购买力不要失控；最大就业就是尽量让经济能够创造足够多的工作机会。听起来呢，这2个目标都很好，但问题是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是冲突的。经济差的时候，央行倾向于降息刺激需求，支持就业。那么如果通胀已经很高了，降息就可能让物价继续上涨。通胀高的时候呢，央行倾向于加息压住物价。但是加息会提高融资成本，压制投资和消费，甚至会带来失业。所以美联储难办的地方就不是它会不会加息降息，真正难的是它经常要在2个最坏的结果之间呢做选择。通胀失控是坏结果，经济衰退也是坏结果。所以央行很多时候呢不是选择好和坏，而是选择坏还是更坏。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美联储其实总是像在钢丝上面行走，太宽松了吧，通胀和资产泡沫会回来；太紧缩了吧，经济和金融系统有可能会承受不了。它真正难的地方不是说美联储没有工具而是它每一次使用工具都会产生新的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呢，很多时候不是马上出现的，它可能会要几年以后才出现，甚至于等到下一任主席接手才会真正爆发。所以我们理解美联储呢，不能只看它的某一次会议，一定要回顾美联储的整个历史，因为美联储真正的性格就不在文件当中，而是写在它每一次的危机选择当中。接下来我们先讲一个美联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保罗·沃尔克。如果你想理解央行最残酷的一面，一定要理解沃尔克。他是在1979年出任美联储主席的。那个时候呢，美国面对的是非常严重的通胀问题。整个70年代，美国在经历石油危机，物价上涨，经济又不舒适，社会的民众对未来非常的焦虑。而通胀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价格上涨，而是普通人相信价格会一直上涨。一旦通胀预期失控了，事情就非常麻烦了。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企业呢把更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提前消费囤货，而投资者呢又要求更高的收益率，整个社会就会进入一种状态，所有人都在用自己的行为证明通胀还会继续向上。那这个时候央行要做的就不是普通的技术调整了，它要重建信任。沃尔克的做法非常的强硬，他推动极其紧缩的货币政策，把利率推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这个过程当然非常痛苦，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了，老百姓的失业率上升了，经济承受巨大压力，政治压力也非常大。很多人骂他，很多人反对他，但是他都坚持住了。为什么？因为沃尔克要告诉市场，美联储宁可承受短期的衰退，也不能让美元的信用失控。沃尔克真正做的不是加息，他是在重新定义美联储的信用边界。他告诉市场，央行不能永远讨好市场，央行有的时候必须做不受欢迎的事儿，来守住长期的信用。这就是央行最残酷也最重要的一面。它有的时候要让今天变得更难，才能让明天不至于失控。所以沃尔克之后呢，美联储在全球市场的眼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市场开始相信美联储在关键时刻有能力有意愿守住美元的信用，而这份信任是美元体系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是历史呢不会停在这里，沃尔克之后，美联储面对的核心问题发生了变化，从抗通胀慢慢的转向了稳定市场。
沃尔克之后，美国进入了相对低通胀、高增长的时期。到了格林斯潘的时代，美联储的角色又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格林斯潘是1987年出任美联储主席的，他一上任没多久就碰到了1987年的股灾。那一次美股在1天之内大跌，市场极度恐慌。美联储迅速释放信号，表示会提供流动性，维持金融系统的运行。从当时看来，这个决策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金融市场的恐慌如果演变成信用冻结，就可能会伤害实体经济。后来呢，格林斯潘任内又经历了亚洲的金融危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互联网泡沫等一系列的事件。每一次市场都会出现严重的波动，美联储都会试图稳定预期。这当然有积极的意义，它避免了很多危机的迅速扩散。但是同时它带来了一个更隐蔽的问题，当央行一次次的成功救火，市场就会慢慢改变自己的行为。人们开始相信风险可以被转移，损失可以被兜底，这就是金融系统里面的道德风险。后来市场上有一个说法叫做美联储看跌期权，意思是虽然美联储没有公开承诺要保护股市，但是市场呢总会有一种预期，只要资产价格跌得足够厉害，美联储迟早会出手来救。这个预期就非常的关键了因为市场交易呢不只是现实，他们也在交易预期。如果大家都相信央行会来兜底，那么大家承担风险的意愿就会变得更强，而风险承担一旦变成了集体行为，金融系统就会变得更加的脆弱。这不是格林斯潘一个人的问题，这就是现代央行越来越难以摆脱的困境。救市场可能是必要的，但是救市场会改变市场的性格。它救的是流动性，但是被强化的是市场对兜底的期待。这个问题呢，一直到了2008年被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006年的时候，伯南克接任了美联储的主席。伯南克这个人很特殊，他是研究大萧条的经济学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个央行的主席怎么看待历史，会影响他面对危机时的选择。伯南克最害怕的不是普通的经济波动，他害怕的是美国重演1930年代那种银行倒闭、信用收缩、债务通缩和经济崩溃。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金融危机爆发，银行之间不再相互信任，信用市场冻结，资产价格崩塌，整个金融系统进入了极度的恐慌。这个时候，传统工具不够用了，美联储可以降息，但是短期利率很快就降到了0。当利率已经接近了0，而经济还是不行的时候，金融系统还是恐慌，怎么办？伯南克打开了美联储的新工具箱，量化宽松，就是我们说的 QE。QE 的本质是什么？传统的央行呢，主要是影响短期的利率，而 QE 则是央行直接下场去买长期资产了，比如说国债和 MBS， 压低长期的利率，把流动性重新的注入了金融系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美联储就不再只是调节水龙头了，而是直接把水泼进了金融系统里。伯南克为什么敢这么做？因为在他看来，系统性崩塌的代价太大了，他宁可承担未来的副作用，也要先阻止金融系统当下崩掉。从结果来看呢，美联储确实避免了一场更严重的经济灾难，但是从制度的演化来看，这也是一个分水岭。伯南克救了美国的金融系统，但他也让央行从此从调节利率的人变成了扩张资产负债表的人。从那一刻开始，现代央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央行不再只是管理短期利率了，它开始更深入的进入资产价格、长期利率和市场预期当中。这当然提高了央行拯救危机的能力，但是也让市场对央行产生了更强的依赖，而这个依赖很快在2013年表现出来。2013年，伯南克只是暗示美联储未来可能会减少购买美债。注意不是说他加息，也不是说马上他要卖掉手里的债券，他只是说未来可能少买一点，市场就开始剧烈的波动。这就是著名的 taper tantrum， 缩减恐慌。这件事儿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 QE 一开始是危机的工具，但是时间一长，市场就会把它当成了一个常态。央行以为自己是在给市场治病，结果呢，市场把吃药当成了吃饭，
当药量减少的时候，市场不是康复，而是戒断反应非常明显。这就是现代央行非常尴尬的地方。危机的时候不救不行，但是救了之后呢，退出很难，因为市场它不是一个被动接受政策的对象，市场会学习央行的行为，然后呢，它会改变自己的预期。当市场发现央行总会在危机当中兜底的时候，它就会把央行会来兜底这个事儿纳入自己的定价模型。那么当市场发现央行会通过 QE 压低长期的利率，它就会把低利率当成估值的前提。那么当央行想退出的时候，市场就会用波动来表达它的反对。这就是美联储过去10几年来越来越难的地方，它的每一个工具用久了都会改变市场的预期结构。2018年的时候啊，鲍威尔成为了美联储的主席，他的任内呢有2个非常极端的场景。第一个就是2020年的疫情爆发之后，美国经济突然停摆，市场出现了极端的恐慌。那么这一次呢，美联储的反应非常的快，降息、扩表、买资产、提供流动性。为什么这么快？因为2008年的经验已经告诉美联储了，如果信用市场冻结，代价非常大。所以在2020年，美联储几乎是在最短的时间当中把危机应对的工具全部掏了出来。从市场的结果来看，这确实稳定了恐慌。但是问题是，货币刺激和财政政策叠加之后呢，另外一个风险被点燃了，通胀。一开始美联储认为通胀可能只是暂时的，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完全荒唐的判断，因为疫情造成了供应链的错配，很多商品的价格上涨，确实看起来像是短期的冲击。但是后来呢，通胀持续的超出了预期，范围也越来越广了，工资、服务、能源、房租各种压力逐层扩散，美联储开始不得不急转弯了。从2022年开始，美联储进入了快速的加息周期，所以鲍威尔任内最值得研究的地方不是他宽松，也不是紧缩，而是他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做了极端的宽松，又做了极端的紧缩。这说明现代央行面对的世界比过去复杂得多，在危机的时候它必须救，那么在通胀起来之后它也得救。如果救的太少了，市场会崩；如果参与救助太多，那么通胀就会失控；如果它收缩太慢，它的信用会受损；如果它收缩太快，那么整个金融系统又会出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美联储它不是简单的几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开会那么简单，它更像是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系统当中不断做代价的权衡。现在我们回到今天，凯文·沃什接任了美联储的主席。那这个人呢，很值得我们研究。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他有华尔街的经历，曾经在摩根士丹利工作，也做过小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从2006年到2011年，他担任过美联储的理事，也就是说，他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的美联储内部的决策。那后来离开美联储之后呢，他又在斯坦福、胡佛研究所和投资机构工作过。所以沃什身上有几个标签。第一，他懂市场，他不是那种只在模型研究当中看世界的人，他理解金融市场，也理解华尔街如何解读央行的信号。第二呢，就是他懂危机，他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就曾经在美联储内部，他知道危机的时候央行不出手会有什么代价，他也知道央行如果出手之后会有什么副作用。第三呢，就是他对 QE 和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会更加的谨慎。过去这些年沃什一直比较关注央行是不是过度的依赖资产负债表，是不是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上任之后呢，市场真正要看的不是他下一次是加息还是降息，重要的是他会不会重新定义美联储的边界。美联储到底应该是只是一个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呢，还是越来越像市场稳定的一种工具呢？它在危机当中可以出手，但它能不能每一次都要出手？它能不能长期的用低利率和扩表去维持资产价格和债务体系的稳定呢？这些问题呢，可能比任何某一次的美联储会议更加重要。而且沃什上任的时间点非常的微妙，现在美国的通胀压力没有完全的消失，美国的债务规模还很高，市场已经习惯了等待央行的转向。
叠加现在的 AI 投资、能源价格高企、地缘政治和关税战，都可能会让通胀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这就意味着沃什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降息的周期，它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过去10几年那套依赖低利率、依赖 QE、依赖央行兜底的金融秩序还能不能继续。那么如果它更重视通胀和美联储的信用，它可能不会像市场期待的那样轻易的量化宽松。那如果它更重视金融的稳定，它也不可能完全无视市场的压力。所以沃什面对的真正的考验呢，不是他个人是鹰还是鸽，而是当市场、政府、通胀和金融稳定同时向他施压的时候，他会把美联储放在什么位置？如果我们把这几任美联储的主席连起来看，就能够看出一条非常清楚的线。沃尔克面对的是通胀的失控，他的任务呢是重建美元的信用。格林斯潘面对的是市场危机的频发，他的任务呢是稳定金融市场。伯南克面对的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他的任务是阻止金融系统的崩溃。鲍威尔面对的是疫情和通胀的双重冲击，他的任务是在救市和抗通胀之间急转弯，而沃什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时代。通胀没有完全的消失，债务的规模越来越大，市场又习惯了央行出手兜底，资产价格高度的依赖利率，它就不只是丢掉一个政策工具了，它会影响整个货币体系的定价基础。央行可以印钱，但是央行不能随便的印信任，信任只能靠一次次艰难的选择累积起来，但是它也可能会在一次次过度透支当中被消耗。这就是为什么美联储主席的性格、背景和价值观会影响全球资产的定价。美联储主席不是皇帝，他们不能一个人决定美联储的一切走向，但是他们会影响美联储的委员会如何理解风险，如何和市场沟通，以及如何在短期稳定和长期信用之间做取舍。这就是美联储真正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那为什么一个美国的央行会影响全球呢？答案只有一个：美元体系。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贸易货币和融资货币。全球的贸易、能源结算、跨国借款、外汇储备大量呢都和美元有关，所以美联储加息的时候，它影响的也不是美国本土利率那么简单，它会通过几个链条向全球传导。第一呢，美元可能会走强，非美货币承压；第二，新兴市场可能会面对资本流出；第三呢，美元债务的成本会上升；第四，全球风险资产会重新定价；第五，市场风险偏好会下降。那反过来，当美联储降息的时候呢，逻辑就变了，美元的流动性扩张，全球风险偏好回升，资金重新寻找收益，股票、房地产、大宗商品、新兴市场资产都可能会被资金重新推动。所以呀，不管我们是在北京、孟买、伊斯坦布尔还是伦敦，只要我们生活在一个和美元体系相连的世界当中，美联储就不可能和我们完全无关。它不是每天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它会影响我们生活背后的价格系统。融资成本、汇率、商品价格、资本流向、资产估值都在这个体系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美联储它不是简单的美国央行，它更像是全球美元体系的中枢。讲到这里，我们还要讲一个更深的问题：美联储救市会改变市场行为。过去几十年，美联储在危机当中的一次次出手，从1987年的股灾到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2020年的疫情冲击，2023年的银行业的压力，每一次的危机，美联储都要面对同一个选择：救还是不救？不救可能系统出问题，救了市场会形成路径依赖，还有道德风险。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理解啊，假设你玩了一个游戏，赢了收益都归你，输了损失有人兜底，那么你最理性的选择是什么？你当然会下更大的赌注。那么金融市场也是一样啊，如果大家都相信严重市场下跌之后呢，央行一定会出来救的，那么市场就会更愿意承担风险。这不是因为市场参与者的道德水平低，而是因为激励结构改变了，人会对规则做出反应。
如果规则告诉你收益归自己，风险有人兜底，那么系统里的风险承担就会越来越高。而美联储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它救的是系统，但是改变的是人性；它救的是流动性，但是被强化的是市场对它兜底的期待。所以呢，美联储的每一次救市都不只是救当下，它也在重新塑造未来的市场面对风险时的行为模式。这就是现代央行最大的困境之一。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美联储该如何和市场沟通呢？很多人只看美联储的最后决定，加息还是降息还是不变，而真正懂市场的人呢，不只看结果，我们还要看他的声明措辞、主席发布会、经济预测、点阵图、会议纪要和官员讲话。因为对于金融市场来说呀，美联储说什么有时候和美联储做什么一样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预期本身就是金融市场的一部分。美联储如果让市场相信未来会降息，长期利率可能提前下降，金融条件可能会提前宽松。美联储如果让市场相信未来呢会维持高利率，那么市场的风险偏好可能会提前的收缩。所以美联储不仅是在管理利率，它也是在管理预期。这就是为什么点阵图这个东西很重要。点阵图不是承诺，它只是 MOFC 成员对未来利率路径的判断。但是市场呢，会从这些点当中读出很多的信息。委员会的成员到底心里面更担心通胀呢，还是担心就业呢？未来的利率可能会更高呢，还是更低呢？分歧是在扩大呢，还是在收缩呢？有的时候美联储没有改变利率，但是只要它的语言变了，市场也会动。因为金融市场买卖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的预期。央行的语言会改变市场对未来的想象，这就是现代央行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沟通本身就是政策工具。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了。美联储到底是什么？它不是简单的印钞机，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政府部门，它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私人银行。它是一套管理美元信用的制度。它有公共权力，有私人参与，有政治制衡，有市场沟通，也有危机救助的功能。很多人看美联储老是盯着它到底下一次是加息还是降息，但如果你真的理解美联储，你就会发现它真正控制的不是某一个利率的数字，而是市场对美元体系的信任。央行可以印钱，但是央行不能随便的印信任。央行可以救市，但是央行不能每一次都透支未来的信用去换取今天的稳定。美联储真正难的地方也不是它没有工具，而是它每一次使用工具都会改变市场对它的理解。从沃尔克到沃什，美联储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市场想要宽松，政府想要增长，而通胀又要求纪律的时候，央行到底有没有勇气说不？这才是理解美联储最重要的地方。理解美联储不是为了预测它的下一次会议，而是为了让我们看懂一个更大的现实。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钱不是自然流动的，钱有价格，钱有方向，钱也有权利。而美联储就是全球美元体系里最重要的定价者之一。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期视频帮你真正理解了美联储，欢迎大家点赞、收藏、转发。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